副崔恩奎了，好来话不听，真气死人了。他也算是个有志向的人，只可惜他的志向交付错了对象。刚才就应该一棒子直接把他打晕，扛出来得了。不过你在监狱里批评得很对，你那番话呀，说得很有见地，算是一针见血。我都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的。难得，你居然会夸我。我都记在心里了。别光说好听的，我要实际的。你看，刚夸你思想有进步，你立马就打回原形了。我还没说我要什么呢，怎么就知道我打回原形了？行，你说。我要你以后只要有任务，都带着我，我要和你一起进步。没问题，这个我可以保证。以后除了有特殊任务之外，我都带上你。那说好了。一言为定。我看你们俩谁都没进步，都要回去写检讨。你不是要主持游击队工作吗？怎么也有功夫跑出来了？豫西特委的彭涛书记来了，点名要见你。彭书记来了，走吧，我们赶紧去见他。彭书记，您喝水，我们应该马上。彭书记，包子，这位就是咱们的彭涛书记，这位是蔡宝子同志。彭书记，终于把您给盼来了，您好啊！蔡宝子同志，你好，你请坐。来，大家一起坐。哈，哎呀，蔡宝子同志，你来三道园这么长时间了，咱们还是头一回见面。不过，你的大名，我可是如雷贯耳啊！炸毁青龙山要塞，袭击小鬼子的运输车，打得轰轰烈烈。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啊，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让同志们见笑了。自打陕州城沦陷后，我们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崔文佩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把零散的刀客给组织起来了，自发的组织起抗日活动。可是没有党组织的工作指导，我们也就是凭着个人经验，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瞎胡闹的。闹得好啊！现在啊，小鬼子在函谷关就停止了脚步，据说是后勤补给线补给不上，这里面啊，可是有你们的功劳啊！而且青龙寨扼守着三面要道，你们这一闹啊，小鬼子在各个县城就失去了实质的控制能力，下面的游击武装啊，才能打得有声有色呀！还是要彭书记多指点才行。哎，这个姑娘是青龙寨上官英，你就是上官豹的女儿，嘿，果然是英雄出虎女啊！您过奖了。怎么样，愿不愿意跟着我们八路军一起打鬼子？愿意，只要跟包子在一起，干什么都愿意。这个姑娘对你很真诚的，你可别辜负了人家。是，书记。现在不是以抗日大局为主吗？所以我们决定先把儿女私情放下，等打跑了鬼子再说。胡说！组织上什么时候说过，抗日就不考虑个人问题了？这革命是需要一代一代传承的嘛。书记同志，这是我同意的。我的男人必须要有大志向。哟，我这才说他一句，你就出来护短了，不得了啊！我老彭可是惹不起你们小两口啊！哎呀，这姑娘不错，知道疼男人。彭书记，您冒着危险来三道园，是不是有什么任务要传达给我们？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商量过了，决定在三道园正式成立一支敌后武装，把所有的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在日战区、日统区、金日区，以分散流动袭击的作战方式打击敌人，并且啊，切断他们的交通运输。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我代表八路军办事处正式宣布，成立豫西抗日独立大队，任命蔡宝子同志担任独立大队大队长，崔文佩同志担任独立大队政委，专门负责三道园的宣传、游击和统战工作。任命上官英、袁尚飞两位新同志担任独立大队副队长，负责配合你们的执行工作。请上级领导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书记同志，既然您任命我为副大队长，那有件事想要跟您汇报一下。哦，坐下说。这个坐下啊。上官英同志很有魄力嘛，新官上任3把火嘛。来，说说看，什么工作？崔文奎被张公岩给陷害了，我们想去营救，请您批准。英儿，说说你的理由。他到了三道园之后，一心抗日，从来都不欺负老百姓。像您说的，一切要以大局为重。咱现在抗日需要人手，像他这样的人才，应该救。在来的路上，我也听说了这件事。崔文奎虽是国军，但是也是在抗日前线杀过敌、流过血的。目前敌强我弱，我们团结的抗日力量应该算上崔文奎这样的爱国将领。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如果要是他们白白牺牲了，就是我们的自毁长城。是，我马上执行营救。我跟你一块儿去。是。崔旅长，上路吧。不是说下午才走吗？这才不到中午。哦，时间改了，提前了。别臭美了，到了阎王爷那儿，还管你穿的整齐不整齐？都要到油锅里炸一炸。要是到了那边，可别怨我。我张某只奉命行事。你说什么呢？战区司令说不用审了，凡是投共叛党者，一律就地枪决。放屁！你知道4年中我办了多少次的忠于勋章吗？你跟党国说我弃党投共，我就弃党投共了吗？啊！看清楚了，白纸黑字红印章，我可不敢捏造啊！我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我也不敢作假呀。本来我以为战区司令还会象征性的审一下，可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出发，他就派人送来了判决通知书。看来他杀你的心比我还坚决啊，崔文奎。其实我不想杀你，我还指望着你帮我守住三道园的最后一块阵地呢。可是你呀，就是榆木脑袋不开窍。你想明白了没有？这么多年，你不但没有混上去，
这还把自己的命魂丢了啊！你想一想，我有那么大的本事，一个人独吞那些军饷和物资。我实话告诉你，战区司令部都是大老虎，他们每个人的胃口都比我大。你又这么固执，我劝了你几次，你都不听。你说你不上公车，还不让别人上公车，他们不杀你，杀谁呀？崔文奎29岁，北平人，现居陕州，因通共叛党的罪名，就地枪决。老子为党国拼死拼活，你们就因为这个要杀我是吧？崔文奎呀，现在日本人这么强大，大家都在想办法，只有像你这种傻子才往前冲。人带走。走。不用你们的脏手碰我。走。爷是北平市的副市长，那谁敢堂而皇之的把他杀了？我把他弄死以后啊，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说是共产党报复行凶。这结果所有的人都信了。我日你祖宗！给我打！该说的我也说了，你就老老实实的下去做个明白人吧。这也算我对你尽了最后一点的同袍之谊。准备行刑。张公元，老
老子怎样做鬼也不会放过你！老子死碎了你！师门！旅长，旅长，旅长，快走！快走！等着我！快走！快走！走！走！兄弟们，撤！快撤！快走！师座，吴文奎和刀客们都跑了，咱们还追不追？废话，要是不追的话，怎么向司令部交代？咱们克扣军饷的事要是暴露了，咱们的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度过。是，弟兄们，追，走。快上，快！媳妇儿，媳妇儿，慢点，慢点，坐着。大家原地歇会儿。没有追兵了，我们暂时安全了。哥，你没事吧？诸位，大恩不言谢，以后能用得着我崔某人的地方，我万死不辞。别那么说。崔文奎，加入我们游击队吧。江淮小姐，我现在心灰意冷，不想加入任何组织，请你体谅。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想着先把我独立旅拉出来，单独成立一个抗日纵队。不过你放心，我是跟以前一样直打鬼子，别的事儿我不参与。这个想法也不错，我们可以互为犄角，互相支援。不在一起也有不在一起的好处。是。那我们走吧，找你的队伍去。龙佩，在我把我的队伍拉出来之前，我得去替他们老崔家办件事儿。所有关卡的部队听好了，一定要封锁住崔文奎的逃跑路线。他可能要去共党那儿，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安排上一个团队兵力，再配上重武器，把他消灭在回来的路上，让他去见他那个死鬼老爹。你找我呀？你，卫兵，卫兵，别喊了，那帮怂蛋早就缴械投降了。张师长，你告诉我那么的一个天大的秘密，你觉得我会不来找你吗？文奎，你别杀我，你饶了我，我也不想杀你爹。只是我要不杀他，他会杀了我。所以你就杀了我爹，然后栽赃给共产党，然后这件事整整瞒了我20年。文奎，文奎，文奎，你饶了我，看在咱们在国军一起共事的面子上，你饶了我。
你们都跟了我10几年了，说说，当时还记得为什么要当兵吗？军阀混乱，民不聊生。很多兄弟跟我说，旅长，我要跟你在地图上打一圈，打完了，然后再回家跟家人团聚。这句话在我崔文奎心里边记了10几年。可是战争一开始就没完没了，中原大战打完了，小鬼子给打进来了，好多兄弟刚要卸甲归田，又上了战场。打了这么久，有时候我也在问自己，什么原因让我坚持下来？什么原因？我回头看看身后的山河故土，想想我的家人，这就是我们不怕牺牲、坚持下来的原因。可是当我们在前线打仗的时候，那些当大官的在后方干什么？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当他们有危险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让。我们流血牺牲，是为他们吗？我们打的仗，是为了保住他们的权力地位吗？不是。那你们还愿意跟着这样的政府吗？不愿意。没错，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能再跟了。我们要跟共产党一样，一起打鬼子。当然，如果有兄弟想回去，这里有些钱，大家领一下，回去跟家人好好聚。旅长，我们跟你走，我们跟你走。好，都是好样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是国军了，我们是3道员抗日独立纵队。咱爹为国民党做了一辈子的事儿，我也是。结果到头来是为虎作伥。我没想到他是让自己人给杀了，我更可笑。这20年来，我一直以为是共产党干的。包子，你爹的事儿，哎，文奎，你这是干什么？有什么话坐下说。坐。来，喝水。其实这事儿不能都怪你，都怪那郑无言从中作梗。你能及时醒悟就好，一切都来得及补救。过去的恩怨情仇，暂时先放下。咱们兄弟先一起抵御外敌，才是要紧的事。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兄弟系于墙，而外御其无。你不用安慰我了，但是你放心，包子，
我一定会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报答你们父子的情谊。好了好了，咱今天不说这些了。眼下，日军打算攻打函谷关，可是他们的后勤补给不足，很大部分需要依靠金矿来变现。如果他们打下函谷关，整个秦川就会失去可依托的屏障，很快就会沦陷。说到底，金矿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包子，要不就像你说的那样，咱把它给炸了吧。如果炸是唯一的办法的话，怎么炸？谁去炸？里面的老百姓怎么办？谁去把他们营救出来？我去，我跟我的队伍去，一定把金矿给炸了。孟奎，还真不行，你一出动，还没有靠近，就会被小鬼子发现。就算你能打进去，周围的鬼子也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增援。你们炸了金矿也无法脱身，你和你的兄弟们会全部牺牲在里面，得不偿失。包子，你了解我，只要能挡住小鬼子，我可是万死不辞。我们都佩服你的军人精神，但是里面的老百姓怎么办？我们现在的难处是既要炸掉金矿，又要保证老百姓的安全。对，这事儿还是你们共产党想得周全。但如果这样的话，这次任务就更加艰巨了。六叔不是在矿洞里吗？想办法联系上他，咱们就可以里应外合，一边炸了矿洞，由他来帮助老百姓撤退。这个想法是可以的，关键是谁去合适呢？怎么进去，怎么出来？如果消息传递不出来，也没有用。心情不好也不要浪费粮食啊。我一会儿会捡的。你说打一个仗怎么就那么难啊？又要顾及这个，又要顾及那个的，我也受不了。怎么，你不赞同文佩的想法？不是，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只是我现在使不上劲儿，心里窝囊的慌。你的作用也很大。那么多刀客都走上了团结抗日的道路，都是你引领的功劳。我和文佩的影响力都不如你的大。不过以前大家都是为自己打算，所以简单容易。现在要为他人考虑，就要考虑周全了。但这次的问题看来挺难解决的，你和文佩都没得主意。你都是副大队长了，咋还这么悲观呢？越是难处，才显得你家包子有本事呢。那遇到都是简单问题，我多没成就感呢，还怎么在你这位大小姐面前立威啊？你还在立威啊？啊？大小姐，包子，俺刚才出去侦查，在大王镇碰到鬼子征粮，你们猜是谁给鬼子带的路？谁呀？孟石贵。他还活着？当初他趁霍当家和田园正雄开战的时候，趁机逃跑了。先是在家窝了一段时间，后来田园正雄找到他，他又出来活动了。知道他在哪儿吗？他住在县城的侦缉队大院，不太好下手。不过俺侦查到，他经常去酒楼，跟一帮狐朋狗友喝到半夜才回去。走。哎，你干什么去啊？还用问吗？当然是除了这个败类了。别莽撞，咱们商量以后再说。还有啥好商量的？勾结日本人，又害了自己的兄弟，这样的人杀2回都够了。咱动不了金矿，还动不了他了。
孟世贵就在里面，我们动手吧。酒楼现在人太多了，一旦动手容易伤着别人，不着急，等他出来再说。带着兄弟们守住他的退路，去。是。郭队长，这里姑娘的小曲儿不错吧？不错。明天我们还接着喝。明天呢，恐怕不行了。我要帮黄军呢找一个劳工翻译，改天我们再来。郭队长，贵人事多。那我们过2天再约啊。好，回见啊。回见啊。意思说，别来无恙了。大小姐，等你好久了，就为了取你的狗命。大小姐，都是谍人郑雄亲自策划的，是他逼我的，不是我情愿的。不是你情愿的，你身上的这身狗皮，就是拿兄弟的命换来的。我不再干了，我马上离开侦缉队，也不带他们找路了，也不带他们找翻译了。晚了，依你做的事儿，按照咱刀库的规矩，应该给你3刀6洞之刑。现在没时间和你磨叽，就赏你个透心凉。大小姐，我对不起兄弟，我知道错了。这些话留着下去和兄弟们说吧。宁儿，干啥？他还不能死，带回去再说。大小姐，我跟你回去。你怎么把他带来了？为什么没杀了这口汉奸？包子说了，要带回来审问一下。有什么可审的？他害死了山寨里那么多兄弟，就是千刀万剐了也不够。你们若是下不了手，让俺来。老爷，我先问他几句话，你再决定要不要杀他。蔡当家，孟世贵，哎，你想死想活？我为了老婆孩子，我想活。那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话。好，一定。你是不是在给日本人找翻译？是。金矿里的老百姓听不懂日本技术人员的话，开采天天出事儿，他们要找一个翻译，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你之前说要真心悔过，可是事实是。蔡当家，你尽管吩咐。好，我要你把我们的人带进金矿，然后再安全的带出来。这日本人查的特别紧，出来进去都要验对身份。不干就宰了你！行，我为了家里人，我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带进去。真是个不点不亮的蜡烛。霍当家也是头一号响当当的人物，怎么能相信你这个狗汉奸？我也是为了家里人。孟世贵，哎，你的底，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不管你是想告密还是想逃跑，3道员的刀客兄弟们会跟你新账旧账一起算清楚。明白，明白。老袁，带他出去。利用孟赤圭穿针引线，把咱的人带进去，这个办法不错。假扮翻译的工作就交给我，还需要个人协助我在金矿附近摸一下布防的情况。我陪你去吧，我懂几句日语，到时候肯定用得上。你会日语？怎么没听你说过？跟别人瞎学了几句。包子。
知道你心里有气，他确实该死，但是留下他，不是有大用处吗？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一定要用一个汉奸来帮我吗？打败残暴的日本鬼子，靠的不只是勇气和决心，还有这里。我们要善于创造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机会，留下孟氏龟做内应，就有可能炸掉金矿，你爹留下来的财富，才不会给日本鬼子变成杀害我们老百姓的武器。如果这么想，你觉得是不是会有价值？好，我暂时留着他的狗命，但如果要是他再出卖兄弟，或者是祸害老百姓，我立刻要他的人头。放心吧，有你大小姐的虎威在，他孟世圭一定会老老实实的。不过既然已经知道他是墙头草两边倒的性格，我们也会时刻盯紧他，不给他可乘之机。包子，在这件事情上，我希望你可以原谅我的冲动。我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亲人，或者是朋友。不会的。不可按约定给你们带进矿洞，进去之后可全靠你们自己了啊！进去以后的事儿不用你操心。那你答应过我的？答应过你的不会变，不过你最好别耍什么花样。我哪敢呢？你一句话，我脑袋就搬家了。我去应付。哎，太监，进去。太监，进去。自己人。太君，我们是奉松田大佐的命令，特意带2个翻译给他来看看。哎，谢谢太君。哎，走吧。田园正雄在这儿。他见过我，要不你先躲起来。莫桑，哎，太君，太君，莫桑，哎，这些愚蠢的支那人，把矿洞挖得快塌方了。是，我让你找到翻译，找到没？找到了，这就是新来的翻译。哎，你好，太君，我姓许。老徐，哎，你赶紧找人，以后田园正雄回来了，我俩谁也走不了。我告诉你，你吵什么？我告诉你，田园正雄现在追推文佩雄，他一时半会根本顾不上咱们。如果这次我们找不到我们要找的人的话，那么下次你还得再带我们进。我的天老爷呀，你把儿当三弟还当酒楼了？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啊！你小子刚才在外面就差点想卖了我，你以为我没看出来了？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次再吵他的话，你信不信我给你个手榴弹，提前送你去见阎王爷？老许，我要害你，你还能站在这儿啊？你是我爷爷行了吧？啊，你赶紧去吧，赶紧去，我给你看着。去吧，去吧。上天台星，保命护身，同台敬地，安神宁心，玄荡坑民。你是谁？你怎么会知道我们是八嘎山头的召集令？你是六爷？对，我就是吴老六。你是哪干的兄弟？是袁尚飞告诉我的，他托我来找你的。袁尚飞？对。那大小姐他们怎么样？都还好吧？他们都参加了八路军的游击队，而且现在都是副大队长了。他们知道你被抓来了矿洞，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出去。难道大小姐和袁当家的还想着我？我吴老六铭记于心。对了，你们有
计划吗？我可以配合你们。他们打算过段时间攻打广东，到时候还希望你把大家都组织起来，好让大家都有序的撤离。没问题。山洞里的人啊，一半都是我的兄弟，只要我一发号召令，无论是保护百姓，还是配合你们打鬼子，都没问题。那就太好了，到时候有你们的配合，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打小鬼子措手不及。好，太好了！娘的，憋着这口尿气，终于要撒出来了。虽然我们刀客刀不在身，但我们骨子里的血性依然在。我就算死在这里出不去，我也要多拉几个小鬼子给我陪葬。小妮儿，怎么弄成这样了？我盗了地图，给了陈彦成兄。我想救我爹，我只想救我爹。走，跟姐姐回去。想要打败小鬼子，首先要对他们的作战技巧有所了解。比如说，小鬼子擅长拼刺刀，那是因为他们每天练习数千次以上。其实动作很简单，就3下：突刺、拨撩、格挡。但是在长期的刻苦训练之下，这些技巧对身体产生了自然反应，半秒突刺，非死即伤。我的很多战友就吃了小鬼子不少亏。但是咱们手里的大刀可以有效地克制他们的刺杀，贴身近战是咱们大刀的强项。只要抢到他们步枪盲区运动范围之内，就可以有效地克制他们。现在我们给大家做一下示范，大家看一下，大家都看好了，挡、抓、上，再来一遍啊！来，挡、抓、上。来，大家自由组合也练一下。宁儿，包子，快，快！大力，在。小妮儿，带大家练。快快快！好，其他兄弟跟我来。是。慢点儿。小妮儿怎么会这样？我躲避鬼子追击的时候，在死人堆里发现的小宁，赶紧看看他怎么样，我去找个郎中。包子，你给他弄些水和吃的。好。
婴儿，这交给你了。宁儿，姐，真的是你吗？姐。 姐也会再也见不到你了。对不起，我不应该听日本人的鬼话，偷了你的地图。姐，不说了，不说这些，回来就好。什么都没有你回来重要。 其他的过去了，姐，好痛！姐知道你疼，再忍忍啊。文佩已经去找郎中了，郎中来了就好了。姐，还有一件事儿想求你。 说，啥事姐都答应你。还想求你不要差点，安迪。俺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可是他不是自愿的，他也是为了俺和俺娘才走的错路。 姐，你现在都这样，你还在替他求情？不管怎么说，他都是俺爹。姐，俺求你了，求求你了，姐，好，姐答应你。 那你也要答应姐，你要好好活着，好吗？把这个交给俺爹，让他别做坏事了。 没有人对他有危险了，以后让他好好照顾自己。要是想俺了，就看看这个项链。小宁，小宁。好想回青龙山呀！好想吃红山上的梨，好想回家。娘，你再跟姐说说话呀。你再跟姐说句话呀，娘。娘。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这是离青龙寨最近的地方，希望你能喜欢。是日本鬼子毁了他的一生，是田园正雄杀了梅香婶，让他失去了最爱的亲人。这笔血债，我们迟早跟他算清楚。但是眼下我们需要做的，是先要帮小妮儿完成他未了的心愿。青龙寨已经被日本人给占了，咱们根本就靠近不了半步。白丽叔死了之后，密道也没了。何小便天天躲在寨子里，就像死了一样，没有任何动静。咱们怎么接近？我想了一个办法。上来吧，崔小娘，大小姐，你来干啥？我，燕儿，我说的办法需要他帮忙才行。什么意思？不是你们又要干啥呀？我已经冒着生命的危险帮过你们一次了，别让我再做危险的事儿了。我现在拖家带口的，我要是死了，老婆孩子怎么办呢？你不用慌，这次帮忙很简单，上青龙寨，把何师爷叫下山。就这？行倒是行，但他那老小子不知道能不能相信我呀？燕儿，把这个交给何师爷，他自会替你的安排。哦，那行，那我去了。哟，何师爷，还有心情喝酒呢？你来做什么？我不记得你的侦缉队在青龙寨还有什么公务啊？哟，你装什么装啊？我俩现在呀，可是一样的处境，都在给田园正雄当差。不同的是，我只是背叛了货郎，现在给日本人做眼线。可是我手上可没有兄弟的血债呀。你就不同了，三道园所有刀客只要看见你，就想弄死你。你上青龙寨，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废话吗？当然不是，我也是受人所托来找你，有个人让我把这个交给你。是真的。任振雄答应过我的，不害我女儿的，他要我做的一切我都做了，为什么害我女儿？只有你会相信日本人的话。
你知道我们在哪儿找到小妮儿的吗？你知道她都经历过什么吗？哪儿？我们从死人堆里把她给背出来的。找到她的时候，她已经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害了我爹，害了那么多兄弟，然后是婶儿，现在又是小妮儿。他到死的时候都想着你这个爹。他说了，只有他死了，你才可以没有任何束缚，你才能做回好人，你才能平平安安的活着。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就是要告诉你这一切。你现在连听都害怕，那小妮儿呢？她都经历了什么？都是我造的孽，都是我的错，我对不起你们任何一个人。英儿，你杀了我吧，我该死。杀了你，你死了，他们就能活过来。我答应过小妮，不会杀你，那就绝对不会杀你。苏根，阿哥，阿哥，ここ数日採掘のスピードが速いね。この上司だとあと少しで黒川将軍の任務を完成だ。対策課の監督のおかげです。こいつらがサボることはできなかった。でも採掘の速さをモットーに上げないとはいけませんね。それはなぜだの？何日前、チェウンペイがここに現れた。それに特類のチェウンペイが防御所存している金庫の方に推進する気があるみたい。奴らの動きは偶然ではない。おそらく金庫を狙って何企んでいると思います。趙国軍の古ぼけた銃では金庫の5キロ範囲内まで攻めようとしても無理だ。手原君、考えすぎじゃないか。少しだったら平気だが、もしは吸収されると。この前こちらの優勝者がよく襲われ、そのチェウンペイの仕業だ。中国のことわざで一番怖くない万一のことだ。確かに今回は黒川将軍非常に期待して絶対にミスを許されない。田原君、何かいい作戦がある。私は発送機を前にして早く金庫を服用までに搬送だと思います。じゃあそうしましょう。手原君はよく考えてくれ。私が人を連れて護送する。対策を気にしました。今天我在矿场无意当中听说，田园仲勋和松井这个老鬼要亲自押送黄金去洛阳。这么说，有仗要打了。不过，松井很看重这次运输，他会亲自负责押送，一路上肯定配备轻重火力。凭我们游击队的武装，想要靠近都很难。一旦战况焦灼，周围的日军就会马上增援上来，切断我们的退路。我们可以选择在夹皮沟作战。
夹皮沟是陕州城通往洛阳的必经之路，那里离日军的势力范围也很远，即使松井和铁原教来增援，也要2个小时之后才能赶到。而且那里地势险要，山林茂密，最适合打伏击战。完成任务之后，我们也有时间安全撤离。那日军的重火力怎么办？咱们可以请文奎过来帮忙，他的独立旅武器精良，能够跟小鬼子拼上一拼。如果我们一起联手，应该可以很快的结束战斗。行，老许，你负责去和崔文奎联络。行，我马上去。大佐がお見事な作戦でしたね。我々の航空運送車が中国に狙われることを予想し、朝一で一つの中隊を台湾の南に送って即時陣地を作り、ジャズの奇襲作戦を阻止した。それじゃところで我々の中隊がその中国の攻めるから落ちこたいかどうか。噂によるとその追運隊の指揮者がかなり俺があるもんですね。彼と我が皇軍何回戦ってる。我軍はかなり損失がある。追運隊は確かに勇猛だ。奴が国民度が離れてから弾薬や武士の供給が追いついてないのも事実だ。前回の軍乗車事件はその原因は我々があんまりにも油断したのせいだ。今追運隊は私と真剣勝負することがない。爪の切られた虎を恐れる必要はない。はい、大佐の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老许，你跟崔云奎定清楚时间了吗？说的特别仔细，一个字儿都没漏。那都这个点儿了，他的独立旅怎么还不到？谁不说呢？他不会反悔了吧？不会。这个时候崔文奎干不出这样的事儿，肯定是临时遇到什么麻烦了。那怎么办？打不打？打，必须打。但是不能强攻，咱还是智取。包子，别卖关子了，跟我们说说怎么智取。你们听过智取生辰纲吗？今天咱们就给小鬼子唱上一出。しかしここまであんまり平凡すぎませんが、どうやらおかしいと思いますよ。この三道源というのは八六遊撃団の見張りですから、噂聞いていればマジ不正をいよいよおかしくないのに今まで誰一人見当たらなかったなんて。遊撃隊、奴らにおもちゃみたいな武器しか持ってないから我々にとって何の脅威もないですよ。わしの運用者を奪うことするなんてバカバカしいな。もしあそかわしと真っ向勝負するなら奴らをご吉みたいにぶっ殺してみせる。追運区の指示がなければ奴らにそんな道具があるわけねえ。わしは奴らに出てきてほしい。つまらない旅の暇つぶしにもってこいのものだぞ。そろそろ三道源の範囲に出ますから、遊撃隊が現れることがないと思いますよ。おそらく大佐はがっかりしちゃいそうですね。うん。
安藤君、君の言う通りだ。かわいそうな中国人。自分の縄張りなのに、泉みたいに毎日こっそりと動くしかない。奴らはとうとうとカストスの遠くを騒いだい。確かに橋本君言うぐらいは病屈ですから、自ら獲物になるほどバカでもないんですからね。どうした？左边，大哥！大佐、助けてください。遊撃隊に襲われました。君たちどこの部隊だ？面中から行文を山上へ送るものです。あのよく来たやつ処分して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遠慮するな。同じ航空の用紙だ。後であの車に乗って君たちの安全を確保する。助かります。大姐，副官，大兄弟，你们的人呢？你枪打得这么好，在哪儿学的？俺以前当刀客的时候啊，经常跟保安团的人作战。他们明明打不过俺们，就暗地里搞伏击，所以俺就特别注重听声辨位的技巧，争取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反击。俺记得以前在山寨的时候，经常和兄弟们赌酒喝，俺靠着这套本事赢了他们不少好酒。可是后来他们再打赌，怎么也不肯再带上俺了。 我以前在军统训练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科目，不过那些教官都没有你打得好。有空了教教我呗。你本事那么大，还用得着俺教？你什么意思啊？好歹我们也是经历过生死的战友。俺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你真想学，俺全教给你。这还差不多。 起来！看在你经常帮我的份上，这衣服我帮你补吧。
崔市长，你笑什么呀？没什么。啊？坐。崔市长有什么指示？笑什么呢？没什么。我来就是想感谢你一下，你这一路上照顾我们家文佩。崔旅长客气了，保护政委是俺的职责。对，保护你们政委是你的职责啊。任正非，这也没外人，咱俩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你应该也知道，文佩跟我从小就失散了。但是你知不知道，文佩小时候在我们家是我跟我爹的心肝宝贝，我们都宠着她，什么都给她最好的。我很难想象这么多年，她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知不知道，我找到她之后，我想还给她最好的，把所有最好的都给她。当大哥嘛，本来就应该照顾她。当大哥也不能照顾她一辈子吧。所以，我对你有一个不情之请。日长您说，安元胜非一定竭尽所能。咱俩以前都是国军，打过交道，当然那些不开心的都让他过去。你的为人性子，我了解，我也很认可。你得替我照顾好我妹。